好，那么我们来今天讲一下第一部分的内容，我们需要给大家去讲一讲目前市场当中从 K 线的角度我们应该注意什么，或者说不能说是当前的一个市场，其实在很多时候我们需要明白一个概念，就是市场当中有阳线和阴线之分。阳线呢代表的是一个上涨多阳的出现，连续的阳线多于阴线的行情就是上涨行情，连续的阴线多于阳线的行情就是下跌行情，是吧？这是一个比较基础的一个裸 K 交易的最底层的一些因素阳线的阴线的一个数量。好，那么作为散户交易者，我们大部分的情况下，我们都要知道股市当中的风险和机会是如何产生的大家注意了，风险和机会是如何产生的。你要知道是股市上涨当中会积蓄风险，上涨当中风险会累加，而下跌当中机会会在增加。因为股市当中越是上涨，那么你所能买到的价格将会比曾经的投资者越高，那么你的风险也将会越高。所以股价越是上涨，风险正常来说应该是越是增加的。那股市当中呢，如果越是下跌，那么它的一个风险反而可能是越是减少，机会反而越是增加。所以大家可以先把这个概念做一个理解。那就是为什么我们经常所说的这个追涨是吧？追涨回一生，抄底富三代所以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一个就是你应该去观察市场当中的下跌，而不要过于执迷于市场当中的上涨。散户投资者很多时候，特别是新手，他知道阳线代表好的，代表上涨的多头利润，阴线代表下跌，可能代表有人亏损了，所以他会经常去看上涨，经常去看阳线。但是很多时候他就容易买到相对的高点，而他会很厌恶、很讨厌阴线，因为阴线代表下跌，他可能曾经也被阴线导致亏损，所以越是阴线出现的位置，他越是不想去看，不想去分析，所以反而会错过很多好的买点以及机会。而当你发现市场可能出现了大阳线大涨的时候，去买进的时候，可能短线机会就变少了。当你发现市场有大涨的时候，你再去买进，机会就变少了，是吧？你会发现最近也一样，当你发现有大阴线出现的时候，反而是机会；如果有大涨出现的时候，反而是风险。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去观察阴线的原因。那么这里呢，阿哲会给大家去讲到两种阴线，一种呢叫反手阴线，一种叫关头阴线。今天我们在做一个学习。那么阿哲先看一下直播间内有多少朋友是新朋友，有多少朋友是老朋友。这个反手阴线有没有学过的如果你说阿哲我听过你讲过反手阴线的，你可以回复一个 yes 这就是老朋友了。如果你说我是第一次听到，之前没有听过这个词，没有听过这种阴线，你可以回复一个 no n 这就是一个新朋友不管是新朋友老朋友是吧，你可以在评论区回复一下。阿哲呢，我们看一下今天这个是我们的老朋友多还是新朋友多好新朋友有这个老朋友也有老朋友比较多。好，那老朋友呢，我们就再次做一个复习。好的知识点不怕多学。阿哲呢听过一位大师我们的李小龙是吧先生这个大家应该作为华人应该都听过。那么他呢曾经说过一句话，阿哲很是认可，不管任何一个领域你都用得到，就是他曾经说过，我不怕一个人他会10000种腿法，但是呢我就怕一个人他把一种腿法练10000遍。同样的道理，如果这个方法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听1遍听2遍都可以，你听得越多，那么就相当于你练得越多。好，所以呢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方法是什么。反手阴线你如果没听过，那么肯定呢是之前没有听过阿哲的直播，或者说你没有关注过阿哲。为什么呢？因为这一个反手阴线是阿哲近期才去提出来的，这一个交易模型是阿哲之前自己在用，没有跟任何人分享过。这一个反手阴线的概念甚至是这个名字都是阿哲取的。因为阿哲呢是通过九田战法的一个
交易逻辑，自己在美股市场当中得到的一些交易经验，然后总结出了一些方法。那么其中防守阴线呢是阿哲比较喜欢的所以如果你没有听过，那么肯定呢是因为没有听过阿哲讲因为其他人大概率他们是不会的阿哲呢比较少去分享这些给别人。好，所以能够听见，如果你是新朋友，那么要认真听了，第一次听。好，看到这里这个位置，什么叫防守阴线？阿哲很快很简单就可以把这个逻辑给你讲清楚，其实特别简单，它就是一个短线的一个特别异常的动作。这个动作呢，就是昨天多头是有优势的，我们说短线昨天多头有优势，甚至呢可能昨天是有大涨的行情出现比如说近期来看像这一根 K 线是吧？我们看一下这个实际的行情走势吧我们就不看 PPT 了比如说这一天当时就近期的行情，纳斯达克指数，这是纳斯达克指数，当时这一天出现了上涨大涨，当天大幅的高开，是吧？我们说这种叫做多头很强势。好，那么当天多头很强势，那么它必然呢会吸引到很多散户、很多短线的交易者，很多做价差的人，那么在这一天呢疯狂的去看好，那么甚至这一天呢做一个当时回调之后第一次买进的仓位，是吧？那么这一天会引来很多情绪面的狂热当天很多人继续看多美股。好，这是一个。但是第二天呢，市场出现了很极端的空头的反应。阿哲等人会详细说一下什么样的下跌叫做极端，就是出现这种极端的下跌和昨天的上涨形成了一种鲜明的对比。这种对比它越是明显，越能够告诉你市场当中这种情绪面的变化，从一个极度的高潮热潮变成极度的绝望恐慌冰点。那么往往这种行为就叫做一个防守的阴线好，那么昨天多头极度的热潮怎么样能够让它变得极度的冰点、极度的冷清呢？很简单，你看到这一根阴线，这一根阴线它的开盘注意了，它的开盘最好阿哲说开盘是最好，但是它不是一定，但有就最好。它的开盘最好是比昨天的这一根阳线它的实体下沿，也就是说它的一个开盘价要有所跳空。注意了，就是要有一个跳空我们不是说缺口跳空跳空。好，那么开盘就一个跳空，这种是空头占据绝对的优势。而后当天大部分时间是下跌的，下跌到什么位置呢？它的收盘应该比昨天的最低价，比昨天阳线的最低价还要低。这种就叫做一个能够把昨天的热潮直接打入冰点、打入冷宫的一个状态。好，所以这个呢就是一个防守阴线的概念。昨天多方笑嘻嘻今天呢空方直接给你一棒槌，让你清醒一下。所以这种动作一出现，短线的一个交易情况就会直接降到一个冰点。好，那这种情况多吗？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叫防守阴。好，那么比如说像这里也一样虽然说注意了，虽然说它不是最严格的，我们说有跳空是最好，但没有跳空也不是不行是吧？低开一个低开。好，一个低开之后是不是当天下跌，然后收盘比昨天最低的这个最低价阳线最低价要低，它就叫做防守的阴线。好，那么现在呢你所看到的这一个图中，它标上了记号的都是防守阴线。好，那么阿哲呢把这一个屏幕放大，让大家呢能够更清楚的看到这一个屏幕当中的一些记号。比如说你看到这个笑脸这个笑脸就是防守阴线出现，它代表的是昨天是一根阳线而今天呢是一根阴线。阴线呢它的收盘价比昨天的最低价要降低了这根阴线它最低的要求就是我们不严格要求它一定要跳空，但是最低的要求它的最高价要比昨天的最高价低，就是这个意思，大家注意了，就是我们不要求它一定要跳空，但是呢它最低的要求是这根阴线的最高要比昨天阳线最高要低，然后这根阴线的收盘比昨天阳线最低价要相对来说的这个低大家注意。
好，所以比如说像这种，有时候这个防守阴线不一定是阴线啊，它有可能是一根假阳线，也是可以的。好，这根 K 线它的最高价比昨天最高价低了啊，低了。好，那么今天它的一个收盘价是不是没有收到昨天最低价之上啊？它就是一个防守阴线。好，那么我们也会看到防守阴线出现，它是一种情绪面的极端变化。但是我们不是说防守阴线出现之后你就可以去买进哦。新朋友大家注意了啊！有些朋友我很害怕的是啊，特别是第一次听的新朋友啊，我很害怕遇到很着急的投资者，就阿哲说啊，这个防守阴线的条件说好了，我立马退出直播间，我立马去股市当中寻找啊这种形态啊，我立马以后我看到我就买进。大家注意了，千万别啊，我们一定要认真的把一整套课程都听完再去看。好。有时候防守阴线出现之后还会继续下跌啊，有时候出现呢，它会立马大涨，有时候出现呢，可能还会小小的盘整一下啊，所以呢，防守阴线它在市场当中还有比较多的一种情况出现，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一种阴线分析观察。